刚洗完澡，然后一个人拉开了帘子，然后我就转身一看，我吓到了，因为那个是个男的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我叫胡永婷，我在日本读书。我是彭欣怡，我去美国留学。我的英文名是 Carissa， 我在英国 UCL 读教育。我是静文，去年毕业于北京大学。我是叶俊霖，2015年去复旦大学念书。你为什么会选择出国留学？我不想困在这个小岛国里面，因为我不想待在新加坡。因为那个时候，其实新加坡的艺术发展还没有这么的发达，所以很多的学校啊，那种比较更高的深造都是在国外。因为我选中的那个 UCL 的那个学院，它是就是世界上的排名第1的。我从小时候就对日本的漫画那些 anime 很有感兴趣。你刚到那里的第1个礼拜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我每天都晚上会偷偷在床底下哭，充满了泪水，因为我每天都打电话哭着跟妈妈说 ，Oh my God, I miss you。伦敦和新加坡虽然都是城市，但是伦敦是明显比较危险，所以我很害怕被打抢。在视频的时候，我永远都是就跟我妈说什么都是好的，怎么样怎么样这样。可是我每次就是关掉我的电脑过后，就会在那边默默的流泪，然后就准备睡觉，然后就在那边流泪睡觉，因为真的很想家，可是又怕我妈妈担心。我是一个蛮独立的人，我是好像那种鸟啊，你一放出去飞了，就可能没有想要回家这样。那你在那里感受到最明显的文化差异是什么？他们对男女的性别没有分得那么的清楚，所以我有一次我在洗澡的时候，刚洗完澡，然后一个人拉开了帘子，然后我就转身一看，我吓到了，因为那个是个男的。然后他说：“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我说：“没关系。”然后我就把那个帘子拉上，然后快点穿上我的衣服。然后后来我才发现，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在看什么男啊、什么女啊、什么分什么厕所，没有，他们只要有厕所就是进去。我们的一些开学典礼啊、毕业典礼，然后包括平时的一些班会，也会有他们的一些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要素啦，党的那种 influence 啊是无所不在的。This is something that 就是当时我会就是比较感觉到比较新鲜的，因为经常我们身边很多其实中国朋友都是党员。日本就是有这个前后辈的文化，就是大你1、2岁的人都是算你的前辈了。然后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，我有参加一个课外活动啦，所以我就不会做，又觉得也没有觉得那么好玩，所以我就想说whatever 啦，quit 啦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前辈讲说，就我想要退团 ，I made the mistake of doing this over line。然后我的前辈就气到半死嘞，为什么这样生气？他讲说你要下来跟我们所有的前辈在那里就是表达你的意思，不可以在网上这样send一个 message 就了事，不可以。我就发现我was a deep shit。So what I did was that 我就去来说买那种 paper 那种 bitty 的 paper， 我就给每一个人写 message， 说谢谢你给我这样多改的，那你身为一个外国人，在那里会遇到很多歧视的问题。一开始去美国的时候，还是会遇到一些歧视，因为我们在那边就是要去参加别人的舞作，都是需要去面试的。然后一开始第1学期的时候，就是完全没有被选上。第1看你亚洲人，第2看你我又不认识你，他也没有说出来他歧视你，不过你能感觉到没有人想要用你，你就会其实很难受。疫情在发生的时候，我有一位朋友，就是他在路上，然后他就被就是一些年轻人小混混歧视，他转过去等他们，因为他们可能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，然后他们就是一群冲上去，然后打他。当然有人上前帮他这样啦，可是最后他就是好像他的脸颊被骨折。有一个留学生，他在我们的这个树洞发表他自己在中国留学的经验啦，感谢有这个机会到中国留学，然后帮忙去宣扬中国文化。他其实受到很多中国的学生在底下评论说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我们都不需要你帮忙我们宣扬文化。其实，在疫情的时候，很多类似的评论啊，很多类似的帖子啊都存在，就很多人都在说留学生你们过来抢我们的资源，抢我们的课，就很恐怖了。
那你觉得在那里的学习环境怎么样？读书会很大压力吗？日本有一个 phrase 叫“大学は人生の春休み”，也就是说，你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人生中的最后的假期，因为 before 你要去做工嘛。说很多日本人他们在大学都是去玩的，去玩去闹，读书就是不是很重要。学业方面他们根本就不认真。学习挺 OK， 挺好应付的。我常常跟我本地的朋友说，如果我来新加坡读书，我一定是1 week 来。我当时觉得我的学习压力是蛮大的，因为我们每个学期要上10到12门课。你们想象在新加坡的大学可能就5门、4门课，对吗？一个学期，但是在中国也是 double。因为我们有时候周末时候也会去学校嘛，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在图书馆里面学习。他们都很用功的念书，这也会给我们这些留学生带来一些 good influence 的 sense， 就是也会给我们那种 pressure， 给我们那个压力，说我们一定也要去念书咯。没有被他们影响到，读书不是一切啦。我去大学，我当然要把成绩搞好，但在去准备考试之外，我要体验那里的文化啊，看那里的景色啊，要去旅游啊，对。那你觉得你这个文凭的优势大吗？你叹气来了。这个文凭的优势大不大呢？要看你在什么样的 industry。然后因为我现在是做日本公司，所以当我报我的学校的大名的时候，每个人可是我跟新加坡人讲，如果你要去那种 business 啊 tech 或者是政府部门，我感觉你优势只在于你的国外的留学经验，还有你的语言。所以总体来说的话，我觉得优势是有的，但要看你用在哪个方面。你有什么建议要给第一次出国留学的人吗？你既然想踩出这个舒适圈的话，就尽情的去享受在那里的生活。他们做什么你就跟着做。当然那些毒品都不要碰哈，因为美国的同学都会问我 ，See you want some weed？ 然后说 It's okay， try。I say never mind。不要再跟新加坡人做朋友了，就是去跟当地的人做朋友，因为他们的文化就是很不一样的。不要害怕你在新加坡的家人或是朋友会怎么看待你，不要害怕就是交新加坡的朋友，不要因为那觉得自己没有那个外国的体验这样。你要出国的话，其实要想好你要在这个国家你要达到什么东西。如果你资金方面没有问题的话，然后就是你只是怕whether你适不适应的话，我的建议是你 just go just try。然后因为你到了那里，你一定有方法的。你可以找你的前辈，你可以找你的老师，找你的同辈，就是 figure out what to do. It will be fun. Trust me, it will be fun.